您是否知道，在上海虹口曾经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？这里一度是名副其实的电影院金三角。日本作家村松萧峰笔下的魔都，灵感也来自这片街区。鲁迅先生更是这里的常客。最近章子怡主演的新片《酱园弄》上映，今天就跟着小白一起走进充满历史记忆的乍浦路。今天是6月21号，也就是陈可辛导演、章子怡主演的电影《酱园弄》，今天是全国上映。小白有幸在6月14号，也就是上周，他们上海电影节，这部电影呢，首先就是在上海上映，我也看了一下。那这部电影呢，好像相比原先这个国际电影节，重新剪辑了一部分，之前是长达130多分钟好像，然后这次呢，好像看完之后呢，应该是分为了上下部，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它也是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进行拍摄的。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北海宁路和乍浦路的交界处，这边就是看着大大的2个字“酱园”。这里就是他们的拍摄场地，包括旁边的这些街道以及建筑。之前拍摄的时候，小白也还经常在这边走，然后他们如果工作就会把旁边给拦起来，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的这种车水马龙的，然后很多古装的这种场景。这个公交车就是在电影中章子怡儋州市曾经乘过的。今天还有打卡领咖啡免费的，那么我们往里面逛一逛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穿着剧组中的这种衣服的感觉？他们都是现场的这些可以称之为 NPC 吧，就是完全让大家沉浸式的这种感受当年和老上海的那种风情。这边都是凭票根就可以拍照啊，然后体验。我之前去看电影院都坐满了，哇！这里好像在表演卖香烟的感觉。那里还有一位留洋归来的高贵的美女，留洋归来，哎，爆底香烟护手霜。哇，好有腔调啊！美女，你也举个杯啊？不好拍呀！给他举个杯啊！看我，眼睛要闪电的。那么现在两边的那些建筑呢，都已经改成了一些小的餐厅或者是茶饮店。这个是杜哈夫新开的这个面包店，他之前开在商场里面，现在开到了这个乍浦路上。哇，这个杜哈夫跟其他的店装修明显不一样，这里面就很老上海风格的。哎，这个座椅挡住小火栓了，消防不过哦。这个老式的电话机。他这家店和白玉兰那边的其他商场的杜哈夫不太一样，这边是主要做伴手礼方面的，然后也有蛋糕预订。可以看到今天周六有很多的阿姨、爷叔都来这边打卡拍照，估计大家都是刚看完这个酱园弄，因为上海比其他地方
要早上映1周嘛。啊，对面还有一个冰激凌店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餐饮叫做蒋掌柜，大家可以这样望过去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来这边逛逛。那么在乍浦路上杜哈夫这个蛋糕店对面的这栋建筑呢，这是一个原日本教堂，是日本传统式和西方教堂建筑相结合的折中风格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视作品都是在虹口区取景。其实虹口也有很多的著名的演员，比如说很知名的孙俪，还有马伊琍，这些都是上海籍的，包括胡歌、唐嫣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视作品都是在虹口区取景。在我对面这种建筑就是西本院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面上也有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。西本院寺是冈野重久日本人设计的，它是仿照日本的西本院寺式样。那么日本的那个西本院寺呢，就是在京都。现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爵士乐的live house， 它每周都会有演出，而且有相当多的这种外国友人来这边。前边呢就是武进路和乍浦路这个交界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建筑都是很有日式的，因为最早以前嘛，这边虹口也就是日租界。沿着这个武进路一直往里面走，就是到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。方向就是四川北路的地铁站，在这个转角呢有一个 Mata 的面包店，这个好像是开在法租界有一条路上也有它的，我记不得是具体是哪条路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边沿着乍浦路再走一走。那么这个区域呢，现在是基本上是关闭的状态。之前它是一个社区食堂。要也有可能，对吧？您是差人吗？他也会推你的。他是写剧本的。啊！走了。来，CM师傅，你们朝后面。哎，这怎么这么像马尿？刚才胡说什么呀？这可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。英国带回来的？对呀。我觉得他这种有演员这种沉浸式的感受体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旁边好像是一个面馆。啊，这还有一个穿着这种民国服装的小姑娘，在画画，好像。阿姨，能让一下？谢谢啊。那么与乍浦路相邻的这个北海宁路这边，这个很日式的建筑就是新丰阳馆。从去年呢，这个新丰阳馆就已经开始封闭了，里边的居民已经都搬迁走了。那么新丰阳馆呢，就是以前日本来沪，他们首站都要居住在这里，就像很久以前1920几年写的那本《魔都》小说的作者村松萧峰，他最开始就在这边居住，所以
他可能最开始对上海、对魔都的印象，一切应该都是从虹口区开始的。欢迎来到教园路啊！欢迎来到教园路啊！小姐，您稍微等一下。大家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的，真的非常的热闹，然后全是上海话。这个喷泉的后面，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胜利电影院，以前叫做好莱坞大戏院。其实虹口呢和电影呢是非常的有渊源的，尤其是在这边这个路口，这个胜利电影院之前也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。胜利电影院是位于乍浦路海宁路口的一家老牌电影院，原名好莱坞大戏院，建成于1929年，历史非常悠久。虹口是上海电影院的发源地之一，海宁路、乍浦路曾经是虹口电影院的金三角，此地曾经集中了虹口大戏院、解放剧场、国际电影院和胜利电影院，这在上海滩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曾经的虹口大戏院就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电影院的旧址。现在这边都有这种 City Walk 的这种小团体了，来介绍附近的这些建筑和历史。这个就是国际电影院，然后这边这个海宁路一直在修路，大家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建筑就是第一人民医院，然后再往前面那个酒店就是索菲特。从这里我们继续沿着乍浦路往前走，那么可能老上海人就非常熟悉这个乍浦路了。黄河路大家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《繁花》，被大家所熟知。那么同时在那个电视剧里面也有提到，有几条路，其中就有乍浦路，还有一个就是进贤路。那么乍浦路在当时可以说是不亚于黄河路的存在，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大酒店，现在还有留着的就是王朝大酒店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条路都是一些小的餐饮，没有当年那么的有名了。但是从这些建筑当中，隐约还是可以看到当年这条路的辉煌。那么现在乍浦路呢，两边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小餐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建筑啊，就是大家作为游客的话，可能都会去法租界那边，很少会来虹口区。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些建筑，也真的是非常具有特色，而且我觉得很有烟火气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看到这些居民啊，然后两边的这些，你像卖早餐的，是吧？卖油条，然后两边都是一些馒头店呀，各种，就很有上海市井的这种感觉。那么这栋建筑呢，就是乍浦路昆山路住宅，是由沙逊洋行投资建设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小店呢，就是梅记大块头鲍鱼店，应该就是做熏鱼的。在这个路口呢，这个右手边就是昆山公园，就是一个小的这种贴心公园吧。
但是整体的设计还是挺有意境的。然后再搭配，你看看这些两边的这些建筑。公园不大，但是很有层次感。那么这条路就是叫做百官街。这个住宅前面的这条小路呢，就是昆山花园路。在这个昆山公园里面，还有一个小的社区图书馆。别看这个公园小，但是还真的是蛮有历史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简介啊，昆山公园出名就是叫做虹口公园，它是始建于1895年，清光绪21年。2018年对这个公园进行了扩建，拆除了周边的一些饭店和浴场以及老旧的教学楼，基本上是还原了100年以前的这个公园的范围。现在这个墙上还有各个年代的当时的花园现状。这个是百官街上的一个小的里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虹口区的市民驿站，然后在它旁边呢，就是一个熊猫饭堂，也是社区食堂，养老服务的一个点儿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午饭，我看看是不是可以选择在这边吃一下，然后让大家看一眼这个虹口区的这个社区食堂里面都有什么品类，然后价格。我们看在这种很老旧而且很小的社区旁边呢，就有这种驿站。这个2楼是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小朋友玩的区域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。在1楼呢是很多老人在下面可以聊聊天啊，休息，是一个共享的一个客厅。这个就是旁边的社区食堂。今天的菜品全部88折，然后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价格。你像2个鸡腿的话是15块钱。这边都是鱼，还有鸡肉。这里是各种蔬菜。这儿还有一些粗粮，还有前面就是汤，非常的丰盛。这里还有免费的豆浆或者是橙汁。我们看这栋建筑，这种弧形，是不是有点像武康大楼？我觉得这个路口也很好看啊，这两边的建筑。其实这边我觉得不逊于法租界那边，但是可能呢这边街角的一些小店可能和租界那边啊，因为那边游客多嘛，可能更差一点这个调性。没有那么网红啊。
但是其实这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小白沿着这个乍浦路往前走，经过左边这些住宅，就可以看到一座桥，那座桥也就是乍浦路桥，就是坐落在苏州河上面的。因为最近是黄梅天嘛，今天没下雨，但是天气很闷热，这些工人也蛮辛苦的。我门口这两辆车好帅啊！经过了天潼路，这边就是上海苏宁保利嘉酒店，这里大家就应该非常的熟悉了。前面就是乍浦路桥、苏州河，就这样沿着乍浦路一直走，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反方向，从乍浦路桥一直往北边走，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这种 City Walk 的路线。其实苏州河以北，那么就是虹口区；以南就是黄浦区。这里就是乍浦路桥，建于1927年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以江原洞乍浦路为主题的一段小的 City Wal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